为应对气候变化，美国也相应出台系列法规政策。2022发布的通胀削减法案就对清洁能源产业予以高额补贴。不过，拜登政府在扶持本国企业的同时，也在利用行政手段人为破坏全球产业链。1号，美国财政部推出新规，限制使用中国电池的美国电动汽车获得免税补贴。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紧接着向国会要钱，誓言绝不能被中国赶超。 We're a couple years ahead of China. No way are we going to let them catch up. We cannot let them catch up. So we're going to deny them our most cutting-edge technology.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当地时间2号在出席里根国防论坛时，再度就限制中国获得美国高端芯片做出强硬表态。他表示，手里的预算与10年前一样，但收到的任务数量、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10年前的2倍。因此，为了确保中国无法在尖端半导体领域赶上美国，国会需要向负责管理美国出口管制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供更多资金。I have a $200 million budget. That's like the cost of a few fighter jets. Come on, if we're serious, let's go. Fund this operation like it needs to be funded so we can do what we need to do to protect America. 雷蒙多主张为其要钱的工业与安全局是美国商务部下属13个局之一。纽约时报指出，该局行政规模很小，也是资金规模最小的联邦部门。不过，该局的重要性却不容小觑。美国此前发布的出口管制清单正是出自该局。该局雇佣了大约350名特工和官员，他们共同监控世界各地在进行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该局负责出口管理的商务部副助理部长马特·博尔曼曾表示：“我们把100%的时间花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另外100%的时间花在中国上，还有100%的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美媒甚至认为，负责制定实体清单的这家政府机构处在美国对华芯片战的最前沿。在论坛上，雷蒙多还点名被外界传闻面向中国市场设计芯片的美知名芯片企业英伟达，声称如果该公司采取某种措施重新设计一款芯片，让中国能够实施人工智能项目，那么他第2天就会采取控制措施。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曾警告称，对华芯片战将对美国科技造成巨大损害。美媒在报道中指，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陷入了激烈的商业和地缘政治竞争，而美国商务部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今年10月，雷蒙多公布了一系列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的限制，特别是用于开发人工智能的芯片，以防止所谓北京将其用于军事用途。而在8月，雷蒙多4天访华行程期间，华为公司发布新款手机 Mate 60 Pro， 此事似乎对雷蒙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他不仅在回国后表示心烦意乱、沮丧不安，还在此次里根国防论坛上耿耿于怀，并坚定表示要拉上盟友一起限制中国。I mean, China's chip makers have been stockpiling equipment in preparation of this. Look no further than Huawei's new smartphone that was released a couple of months ago to know when that I was in China. Yes. Oh, look at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I think we're getting more serious about countrywide controls, and I can't say it enough. We have to get even more serious about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It's not okay if we deny China something,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Germans are selling them component parts to make EUV tools. Not okay. 外界注意到，尽管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释出了双边关系止跌企稳的信号，但对华科技围堵、破坏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中角色的声音与做法，仍在美国政府甚嚣尘上。就在雷蒙多强硬表态前夕，拜登政府发布关于电动汽车税收减免的拟议新规则。深圳卫视记者在美国财政部官网看到一份题为“以继续美国电池和清洁汽车制造业的繁荣，加强能源安全”的拟议指南。文件显示，为加强美国供应链的安全，从2024年开始，符合减免条件的电动车辆不得包含任何由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制造或组装的电池组件。并且从2025年开始，符合减免条件的电动车辆不得包含任何由受关注的外国实体提取、加工或回收的关键矿物镍和锂等。事实上，这项新规针对的正是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家的公司。
按照规定，若一家公司或集团在这些国家中注册成立，或者其国有部分达到25%的门槛时，都将被视为受关注外国实体。而如果电动汽车与这些国家无瓜葛，则有资格享受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提供的$7500的税收抵免。据悉，新的拟议规则将有几周的公众评论期，以听取汽车业界领袖们的反馈。收到业界建议后，新规则有可能被修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汽车巨头福特在密歇根州马歇尔拥有并运营一家电池厂，从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获得技术许可。对于这一新规，福特方面回应称正在评估相关影响。公司发言人给美国政客新闻网发送的电子邮件中也强调，宁德时代没有马歇尔工厂的任何所有权。美国政府官员则拒绝透露福特这家工厂生产的电池是否有资格获得税收抵免。拟议新规的消息一出，英国金融时报就直言，鉴于美国电动汽车行业在产品所需的关键矿物和零部件方面仍严重依赖中国，而且中国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使其几乎不可能被排除在外。韩国媒体也注意到，新规将再度增加各国企业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的难度。 중국과 배터리 합작 기업이 적지 않은 우리나라로서는 오늘 2025년까지 1년여 동안 중국과 미국의 규정 사이에서 숨쉴 통로를 찾아야 하게 됐습니다. 观察指，美国政府这一最新的打压行为可能会使拜登政府发展电动汽车产业的野心面临风险，因为新规可能会使有资格获得税收减免的电动汽车数量减少，减缓美国汽车行业从化石燃料向新能源的过渡。我觉得对市场来说，就是一种利全球化的做法，因为现在大家更加强调的安全而不是发展，所以我宁愿花更多的钱、更多的成本，也要让我自己的产业链形成所谓的自主可控，而不是说哪个地方物美价廉我就从哪里采购。所以我觉得这种行政干预对市场的效率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压。好，小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宏。刘先生你好。 美国又出新规，使用中国制造或组装电池组件的美国电动汽车将不再有资格享受税收抵免。那对这一做法，您有哪些观察呢？那这一次呢，为了限制中国的这个电池相关的这样的企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对在美生产的电动汽车，如果使用中国等被美国认为所谓的关注经济体的 这个零部件，的话呢，就取消这个政府补贴。但总体上看，在零部件这一块，在电动汽车生产相关的电池领域中，中国具有绝对的优势。那样看的话呢，这部所谓的新规，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了中国的电池生产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另一方面呢，那美国这个新的措施2024年开始是对汽车的电池零部件限制，那2025年开始呢，就对相关的矿物质进行限制。显然，这样的一些限制呢，都针对着中国，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 有声音指，拜登政府这种利用行政手段人为破坏产业链的做法，也不利于本国产业的长远发展。那么，形成对照的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号在北京闭幕，提供了包括电动车产业在内的合作机遇。那您如何看中美在产供链问题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取态呢？这将如何影响全球化趋势？ 从这一点上看呢，我们是积极的采取国际合作、全球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产业链、生产链这个供应链这个领域里面呢，加强全球的合作，推进全球化。而美国采取的措施呢，就是说保护自己的产业，保护本国和同盟国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做法。 也就是说，在相关领域中采取的是一个积极的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削弱对方保存自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套路。那这样看的话呢，应该属于重商主义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所以现在看的话呢，美国走出的所谓的全球化的道路和我们走出的全球化的道路，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全球化道路呢，应该是
公开、公平、互利互惠这样的一种方式、生产方式和营销方式。那美国采取的措施呢，这是对他有利，对美国有利的，那就开始积极推进；对美国不利的，或者是有利于竞争对手的这样的一些生产方式，美国就开始限制。所以现在看的话，过去应该说是美国积极推进的全球化，那现在看的话是美国积极阻止的一个全球化。所以现在看的话呢，全球化的受到挫折，主要的来自美国的阻碍和妨碍。但我们注意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号仍表态称，拒绝在尖端技术领域同中国合作。从破坏产业链到高科技打压，美方这些以竞争为借口的做法，是否违背了两国元首共识？会给有止跌企稳的中美关系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美国商务部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和思维呢，应该说是有被两国元首会谈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方针，也就是方向性的错误。这样看的话呢，美国商务部实际上是代表着美国产业的相关的一些低级的利益。那在高层的政治上层面上的这种合作的方向，实际上是两国元首已经指明。那现在看的话呢，商务部门它有一个私下的这样的一种私利的考虑。那所以呢，从总体上看商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措施依然保持着一个竞争的一个摩擦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做法。据彭博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拒绝在国防授权法案中对华投资设限。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麦克·亨利对设立广泛的投资限制也强烈反对。那您怎么看美国政坛有关对华商贸、对华设限的分歧与博弈呢？所以呢，总体上看，贸易和竞争商业竞争、科技竞争，基本反映了美国的国内政治的矛盾。也就是说，国内政治实际上是斗争的非常激烈，不仅是两大党派之间的斗争，可能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也有竞争。这样看的话呢，它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政者和在野者之间的对中国的政策的不同的看法和做法。那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内政之间的不同的利益。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呢，美国对中国的商贸的政策、科技的政策本身反映了美国内政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所以这一点上看的话，我们还需要有所警惕，有所防备。比方说，要求跟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合作，但同时在具体的问题上，在具体的领域中又限制中国，比方说限制这个EV。电动汽车的电池零部件，以及这个稀有金属，还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的这样的一些对EV电池有直接影响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和物资。这样看的话呢，它的政策是相互矛盾的，所以这种矛盾事实上反映的是美国内政的矛盾。